加特迪，我是淘淘，欢迎来意大利找淘淘。继上一集卢卡旅游攻略，今天要介绍托斯卡纳3剑客的第二个城市比萨。12世纪到13世纪之间，比萨海洋共和国正处于辉煌的鼎盛时期，富裕强大且不断的扩张。比萨的财富源自于积极参加十字军东征，为了模仿耶路撒冷圣墓以及创造一个象征城市繁荣的环境，比萨创造了一个现在的奇迹广场。来比萨一定要买套票。比萨斜塔大教堂、洗礼堂、坎波桑托墓园、大教堂、歌剧博物馆5个景点立刻掌握，且全部都在奇迹广场上哦。世界文化遗产伽利略做自由落体实验的场地比萨斜塔。比萨斜塔始于1173年，距今已经超过840年。塔楼最初的设计并不是斜的，原定8层，高补是4.8米。然而用了10年盖到第3层的时候，塔体的一线凹侧，使得比垂直线倾斜5厘米。当时比萨正与佛罗伦斯之间开战，因此塔楼停工了100多年。比萨斜塔为什么是斜的？是因为它的地基建立在一个非常柔软的沙质地层上。当时建造者发现塔楼的一侧开始下陷，为了补救，在塔楼的另一侧增加了更多的石块，以试图平衡塔楼的倾斜度。然而这并没有成功，塔楼的倾斜度持续的增加。比萨斜塔最初是一个选址失败，接着又是建造失败，甚至被岩土工程学家刘祖德表示它是岩土工程师的耻辱，但它居然奇迹般的在2战的轰炸中幸存。从1990年开始修复，11年间的修缮费用高达3960万美元，但是比萨斜塔每年观光产值高达数亿美元，这笔买卖值了。登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楼梯非常的滑，为了安全考量，未满8岁的儿童不得进入，18岁以下必须有成人陪同。官方有特别提醒，不建议患有心脏疾病或肌肉疾病的人来参观，大家自行斟酌一下。登上斜塔呢，可以看到比萨的世贸以及塔顶上的钟。比萨大教堂。比萨大教堂始建于1063年，这座教堂之特别，因为其融合了拜占庭、伊斯兰、伦巴第、艾米利亚以及古典的细节于整体的结构中。教堂的内部有5个中殿，内部覆盖着黑白大理石，有灰色大理石的整体柱和柯林斯柱式的柱头。如果有看过淘淘雅典攻略的朋友，对于柯林斯柱的介绍肯定不陌生。中央中殿有17世纪的镀金格子天花板，非常的华丽。内部的空间效果与清真寺类似，使用了凸起的拱门，白色和绿色大理石带的交替。不寻常的椭圆圆顶是受到了拜占庭文化的影响。教堂里最重要的作品就是这个讲坛，是乔瓦尼·皮萨诺的作品，是意大利哥德式雕塑的杰作。讲台的8角形形状，每个8个面都布满了戏剧性姿势的人物，以故事性的方式来叙述。第3，洗礼堂。这是意大利最大的洗礼堂，在美学上是一个从罗马式建筑到哥德式建筑风格的过渡作品，始建于1152年，将近2个世纪，直到14世纪才完成。巨大的圆柱体周围环绕着圆柱拱廊，并采用白色和灰色的斑马纹大理石制成。里面有8根整体柱子的高度与大教堂高度相当，里面8根整体柱子的高度与大教堂的高度相当，与4个壁柱交替，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野。圣坛的地板上还带有阿拉伯风格的几何图案的设计。洗礼堂的拱顶是由双圆顶组成，内部的圆顶是节锥体，外部的圆顶是半球圆顶。这样的设计让洗礼堂有自然的音响效果，值班的人员每30分钟就会唱几个音符，让游客感受到这绝美的回音效果。坎波桑托墓园于1277年建立，用来容纳散落在大教堂周围的墓园，是一个大而有尊严、隐蔽和封闭的地方。内部类似于一个大型的回廊，这里最大的看点就是满墙的壁画，全部都是围绕生与死的主题，其中以布法尔马科的死亡的胜利最为重要。场景分割成几个由不同感觉主导的场景，恐怖、怪诞、滑稽、宁静，与世界末日的信仰有关。壁画中的女士和骑士在一支快乐的乐队中去打猎，穿着着优雅的服饰和彬彬有礼的举止。但如果你看整面壁画，你们会意识到他们并没有时间享受到宫廷生活的乐趣。战胜城市的死亡悲剧现在正笼罩他们的正上方。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罗马古时代的石棺来安葬城市中有名的政治和军事人物，这也具有象征的意义。作为海上强国和古
罗马继承鼎盛时期的作用的证据。第五，大教堂歌剧院博物馆收集了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展现了12世纪以来比萨的辉煌、强大而富裕的海上共和国与不同文化艺术的相遇。博物馆里面总共有26个展厅，共380件作品，其中以乔瓦尼于1300年为大教堂主祭坛雕刻的象牙圣母子最为重要。在中世纪，象牙被认为是一种非常稀有且珍贵的材料，因此被保留用于生产具有宗教意义且王权相关的重要价值的产品。以上为套票的5大景点，除此之外，淘淘还有3个必去的景点推荐。比萨卢加尔尼，除了以奇迹广场闻名以外，比萨还有其壮观的卢加尔尼，沿着阿诺河延伸的街道而闻名。这些街道是该城市年轻人最重要的场所之一，也是游客旅游的必要的重点。这里有比萨许多重要的历史建筑，比如说美第奇宫、托斯卡纳利宫和索阿尔塔的圣马泰奥教堂，还有一座小宝石教堂圣玛利亚德拉斯皮纳教堂。以上几个景点也很推荐大家去参观。骑士广场，骑士广场是仅次于奇迹广场比萨第2重要美丽的广场。圣斯特凡诺骑士团总部卡罗瓦纳宫在此，因此被称为骑士广场。宏伟的卡罗瓦纳宫则装饰着预言人物和12生肖，如今则是意大利最负盛名的大学比萨师范学院的所在地。基斯哈林壁画，1989年基斯哈林路过比萨的时候，给这座城市留下了一个非凡的艺术作品——壁画 Tutto Mondo。这个壁画的创作灵感来源来自于他在纽约与一位来自比萨的学生偶然会面后产生的世界和平的概念。壁画上的人物总共有30个，像拼图一样组合在一起，每个人物都代表世界和平的一个方面。来比萨必吃：1. 比萨汤，简单但味道浓郁，用新鲜的黑鱼橄榄、豆子、面包以及香肠等炖煮。这道菜代表了托斯卡纳区的 comfort food 的精髓。鹰嘴豆饼，薄而酥脆，由鹰嘴豆粉、水、油和盐制。通常呢，可以在比萨的披萨店里面或是街头小吃店找到。比萨鱼汤，比萨鱼汤是一道将农家传统和海鲜传统结合在一起的菜，以玉米粉、鳕鱼为基础，加入洋葱、大蒜、番茄。比斯克利蛋糕，这道传统的甜点由酥皮和巧克力、米饭、松子和葡萄干的馅料组成，是比萨的节日和传统的真正象征。好啦，那这一集的比萨攻略就到这边结束啦。如果你想要看更多的意大利旅游攻略，记得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淘淘带你看更多的台意大不同。Ciao, a presto!